日本的經濟基本面很差啊，沒有競爭力啊，新的產業幾乎全部空白，不是失落了20年，日本是睡覺了20-30年。芯片製造有日本的嗎？新能源汽車的話，你有嗎？第二個，所謂的匯率是反映經濟的基本面，它跟美元的利差太大。日本現在欠債這麼多的情況之下，你如果說你要提升你的這個利率的話，那一大堆日本的僵屍企業25萬家倒一半的話，對日本的經濟可以說是幾乎致命的打擊。美國出手救一下，你能持續救嗎？只能救急，不能救窮。窮的問題還真的沒辦法。禿鷹是否打垮了美日聯盟呢？因為他們要拯救日元哦，現在看起來是這個任務完全失效了。為什麼呢？我們來看到一些細節，包括了現在日本現在面臨的各種問題，像是进口成本暴漲，日企現在狂哀嚎哦。另外，東京的房地產淪為外資的獵場，高市早苗這個時候壓力也非常的大，要救民生哦，這個物資一直上漲，說要降食物稅，看起來也沒效，支持率創新低，跌至53%。好，今天我們會有深度的剖析。先來看這一場日元保衛戰，大家認為是不是踢到鐵板了？如果您認為是，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還不會，留言寫2。我們來一起做互動。回顧一下，今年7月日幣是一度貶到接近是164比上1美元，結果我們先前不是做了報道嗎？美日聯手就是要開始來拯救日幣，確實當時看到日幣一度有反彈，大約幅度達到5%，結果呢？為什麼啊？到8月10號這一天又貶回去了，達到了159.29，重新吐回當時美日聯手要去救日元，大約是1半的漲幅。現在呢，企業真的就是很擔心，會不會日幣繼續的貶值呢？日本企業內部其實做了一個調查，他們認為呢，20%的企業說最好的價位就是大約是落在120到124日元兌上1美元，跟現在我們來看到這個數字159，真的是差得非常多。他們認為說這樣子企業跟民眾啊，可以說是苦哈哈。確實，我們看到立刻對於產業界還有對於民生的衝擊，在日本內部已經開始一系列爆發。首先看到優衣庫的母公司已經宣布了，受到日元走貶的影響，成本大受影響，所以預計呢，即將到來的秋冬商品就會開始做價格上面的調整，漲幅大約是落在4%。三菱電機同樣也是日本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企業，過去他們靠着出口賺得飽飽，但是呢，他們現在不這麼認為了。他們的財務長是這樣說的：弱日元不代表日本的經濟就可以一切的順遂。為什麼呢？因為日本還是長期靠着能源跟原物料、食品來進口的，所以呢，你現在這些進口的成本大增的話，是壓縮日本人的內需啊，那內需不就變弱了嗎？再來看到是三井物產還有三菱商事，他們也這樣說，他們認為劇烈的匯率的波動影響了企業對於未來獲利的預測跟他們投資的決策，對於企業來說是非常不利的。再來看到日本的貿易了，雖然我們看到進出口都有增幅，都有一個大約落在20%左右的一個增幅，但是最後來算起來，日本的貿易仍然是呈現嚴重逆差的，達到了4000億日元左右的一個金額。那麼我們也來看到，尤其小老百姓現在也非常的壓力很大，吃的、用的、穿的全部都開始漲價，那壓力现在也就压到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身上了。他說：“好啦，那趕快，我們呢馬上要來降食品的消費稅，從8%一口氣降到1%，而且最快2027年就可以上路了。這樣子也可以救回他現在低到不行，創史上最低只有53%的一個民調嗎？”這個要持續的做觀察，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介大使怎麼看。首先是為什麼日元干預了，日美都干預了，還是守不住？接下來對於日本這個日幣不斷的貶值，對於民生的壓力，包括我們剛剛看到嘛，這個優衣庫啊，日本家庭的薪水，還有很多企業都開始抱怨，這個對他們的重擊又有多大呢？介大使怎麼看？對，其實日本這個日元不斷貶值的問題哈，有兩個根本因素，這個現在日本都沒有辦法解決，這兩個根本因素都是怎麼樣？就是 beyond control， 就是控制不住的，日本控制不住。第一個，它跟美元的利差太大，對，所以這個套匯的話，讓日元承受很大的壓力。大家就是說，等於說這個賣日元買美元，對，去套那個利差，美元大概現在可以拿到將近4%吧，日元這個匯率大概只有它的這個利息只有這個1%，所以差3%，
利差差3%，這個對日元是形成沉重壓力了。对，哎，所以這個問題不解決的話，那這個問題的關鍵問題就沒有抓到，哎，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沒抓到。可是日本政府已經它的國債已經是它的 GDP 的那麼2.6倍了，所以呢，這是無法解決的。因為日本現在政府這個欠債這麼多的情況之下，你要增加利息的話，那日本政府的財政會垮掉。而且日本還有一個大家還不太，他們最近不太提的，最近幾年不提的，日本有25家叫僵屍企業。僵屍企業就是你這個產官學一體搞出來的，對，它都依賴什麼政府的政策，甚至這種低利率，那麼它能夠存活。現在是1%的利率，它還債的時候它還不會吃力。你如果說你要提升你的這個利率的話，那一大堆日本的僵屍企業25萬家倒一半的話，那就是連鎖效應，對日本的經濟可以說是幾乎致命的打擊了。那所以這個問題不解決的話，沒辦法解決。第二個，這種所謂的匯率是反映它的經濟的基本面，日本的經濟基本面很差，沒有競爭力啊，新的產業幾乎全部空白，日本人睡覺睡的不是。知道他不是失落了20年，日本是睡覺了20-30年，被美國人欺負的時候又不敢還手，美國把他的這個所謂的芯片產業打光了，對，交給了，可以說在這個過程中，韓國跟台灣的興起，讓日本在這個方面扮演極不重要的角色。那你說這些芯片製造有日本的嗎？日本還靠我們台積電呢。沒有台積電，它現在還沒一席之地了。靠的最後只有什麼光刻膠。那你有 HBM 嗎 ？HBM 都是韓國的。對不對？所以那逻輯晶片對不？大部分是我們台積電的。日本有廠嗎？日本沒有。那另外一方面，新能源方面、應用方面沒有啊。新能源汽車的話，你有嗎？而日本今年上半年，去年1年才賣了400萬輛車，今年中國大陸上半年就已經超過700萬輛，這個外銷。所以它的這個市場都不斷的萎縮，也沒有新的產業。那 AI 你有聽過日本嗎？日本有什麼大模型？沒有吧？沒聽說過。所以日本是經濟是一片問題，再加上人口老化，它的這個整個的這個產業愈振乏力。而日本經過失落30年的時候，它的產業非常不敢投資新的。它基本上它是希望怎麼講？它賺錢要幹嘛？不是擴展新的，是趕快去還債。所以呢，他們很在乎是利率，所以就日本經濟這個結構性問題是一點辦法都沒有。所以那變成就是說，美國出手救一下，你能持續救嗎？只能救急，不能救窮。日本是窮，日本不是急，所以呢，窮的問題還真的沒辦法。所以現在回到快160了嘛，有很多人就看到大概170也好為時不遠了。好，現在也包括了這個內需不足，還有這個債務的問題越來越高，所以呢，現在看起來是不是現在外資現在包括了日本媒體都很擔心說，反而是都是外資在買日本它的一些建物啊，包括了來看到是最新消息，日本的国土交通省相關統計，在2025年上半年居住海外的台灣買家在東京23區竟然是購入了192戶的新建公寓，比前一年還要多出了80%。這個資金很多都是來自於海外的，不斷的去買東京的房市數字創下新高。日本媒體說，東京可能已經變成全球資本眼中的一個重要獵場。現在是外資在這邊大撿便宜嗎？上次哥怎麼看對於日本的影響？好，今天主要就是日本貶值這個狀況來講，並沒有真的結構性的改變啦，所以日本的裡面的東西，如果就外幣，你拿美金，你拿台幣，你拿韓元，你拿人民幣去買，就是便宜嘛，它就是真的很便宜。那先前其實有包括統計房子，就是大概跟去年初的時候相比，大概就少了，最高可以少1/3。那日本的房子，你說也是幾千萬，當中少1/3，你可能就已經省了上千萬所以其實就這麼簡單的概念。也因此，現在我們都知道，接下来可能9月、10月的時候，日本的包括觀光客到那個地方會有出境稅啊，然後你那個 duty free 的部分，以前你在美妝店裡頭就把你扣掉了，未來你就要辛辛苦苦到機場去退，有很多的麻煩。那基本上它就讓你這個外國人來覺得日元很便宜，
亂消費這件事情，他還是幫你設一些門檻，然後抬高了很多的要繳日本的這些規費。但會影響到大家去日本買便宜貨嗎？我相信不會的。不過我覺得我回過頭還是要看一下日元哈。我想日元現在是這樣的狀況，在7月30、31號美日聯合干預，這個還是這個很重要的一天。當天美國出了100億，日本出了大概770億左右，大家聯手干預。好，當時其實是從原來我們知道163貶的163.8，這股點一下子就是升值了大概8.6元。歷經10天，現在又回去，又回貶了4.1元，一半就沒了，就這1000年的錢就一半又沒了。好，但是我們現在在關心這個部分是慢慢的又貶回來，但是其實美國不是出重手嗎？到底怎麼回事？我覺得現在其實大家在觀察，是不是這些所謂的國際禿鷹，還是這種投機的錢，還是不相信這些美日干預的效果？要知道，不是說的干預的時候，日本就貶嘞，它干預是一個介入，可是日本央行還沒有升息啊，所以真正的要穩定還是要等到升息。不過我覺得大家注意到，日本到現在的狀況，因為作為日元便宜套息交易，你錢都去存美元，你就可以賺3點多%，甚至最多到4點幾%。而且日本的銀行、國際銀行都在做，也不是只有投資的這些禿鷹。大家現在關注的是這種空單。要知道，在國際期貨當中，美國這個期貨交易委員 CFTC 就其實在緊盯，因為為什麼日本會貶？就是因為人家買外匯的日元期貨看空嘛，在美日還沒有出手之前，很恐怖空單是13.8萬張。7月31號那天出手之後，瞬間少了一半，6.8萬張。那現在呢？可是那個8月4號之後，這個美國這個 CFTC 沒公布，所以我覺得有可能這個空單又回來，但是外界就沒有資料，不知道。所以這個影響性，我認為是現在至少就這樣子回貶的狀況，我認為投機性還在。那這個概念最後怎麼來看待這一波，到底怎麼回事？我認為很簡單啦，就2個。第一點就是說，現在在投機的或正規的日本銀行、正規的投資的，都在測試日本或包括美國的官方底線。好，你現在出手，你是底線嗎？你只是威嚇一下市場，但這個底線在哪裡？大家還在測。第二個，我認為就剛剛講，釜底抽薪沒有別的啦，就是央行宣布升息，日本所有日元永遠的這個利息漲，然後全世界在外面的這些流動在賺差價的日元被迫要全部回到日本，你才有可能日本真正的恢復升值之後的穩定。那當然過去認為是10月，但是現在都認為應該9月。所以如果9月日元的這個升值，就包括它的升息之後，我認為對全世界，包括美元，包括各式各樣的貨幣，包括台幣，包括去觀光的這個錢，9月之後10月如果去日本玩，可能成本就要高一點了。好，那如果真的9月份的时候日本升息的話，日本接得住嗎？因為他們現在債務非常的高佔 GDP 的250%到260%左右，接下來可能會發生什麼事情？那日本政府手上還有什麼的招呢？黃艦長怎麼看？其實他不是說他有什麼招，而是這個金融的問題太複雜了，而且有很多的因素在影響它，而且這些因素裡面通常是你拉這個下來，你拉那個下來，它很難取得一個適當的平衡點。那一個國家到底有哪一些機構啊或什麼能夠影響這個國家財政呢？第一個當然最主要是央行，央行它可以管這個貨幣流通，它可以限定每一個銀行你的存款多少人貸出去，它可以決定升息。這個是不受政府控制的哦。像川普不是說升息降息，你不是那個 FED 的那個總裁根本不聽他的，這是一個你知道，政府歸政府，央行歸央行，央行管的是金融這個次序。那政府管什麼呢？政府是一個行政單位，它在管的是收跟支，花錢。如果我現在的財政狀況不好，基本上我就是開源節流，怎麼樣去能夠增加一點收入，減少一點支出，這是政府在做。這2個單位通常不一樣。我舉個簡單的例子，好比說現在央行說我們日元這個實在是太弱了，那我升息，我增加這個日元的這個市場的這個持有力，然後很多人來買日元，我升息了嘛，這時候會怎麼樣？消費會下降，因為有錢了嘛，就是我存進去就好，那我不要去花錢，好，消費會下降。反過來講，那政府他關心的是民生啊，好比說政府覺得像高市覺得現在日本的人民的生活非常不好，那我怎麼辦？我就可能減稅，加些補給，那我就希望大家能夠消費，這個消費就增加，
你會發覺剛剛央行的政策跟政府政策是違背的。它其實最困難的地方就在這裡，它不是一致的。就是說央行跟政府有時候還在唱反調，如何取得平衡比較困難。日本70年的軍工巨獸復活嗎？今天特別來看到，因為高市高喊着抗中大擴軍，現在呢推升了最新在過去這1年3家日本非常重要的軍工產業，包括了三菱重工、IHI 還有川崎重工的股價1年之內暴漲哦。那麼弱日元現在是讓日本的百姓叫說，真的是日子過得苦哈哈。沒有想到呢，貝森特近期不是說了嗎？他要來去救日元，但是大家挖一下他過去的歷史哦，他曾經大幅的放空日元，獲利10億美元的一個金額哦，到底怎麼回事？現在華府會全面介入管東京嗎？今天我們會做深度的剖析，歡迎觀眾朋友留言跟我們一起做互動。如果您認為日本現在擴大它在軍事上面的發展是軍國主義魂復甦，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還沒有這樣的跡象，留言寫2，跟我們做互動。好，現在來看到的是日元哦，現在日本真的是必須要向美國求援的地步了嗎？我們在看到的是日元最近不是重貶一直到40年的新低嗎？其實呢，在過去日本政府是一度認為說日幣貶值其實是對日本非常好的。高市早苗當時是這樣說的，他說：“日幣貶值就很有利於我們這些大企業的出口啊，我們日本賺得盆滿缽滿。”確實，他當時是這樣子認為的，但是現實現在狠狠的把他打臉了，因為確實我們看到出口的大企業有賺錢，但是老百姓過得很痛苦啊。有賺錢的包括了汽車跟機械這些出口的產業的企業受惠，但是我們看到日本最主要它還是依賴進口的能源跟糧食，所以說進口現在因為弱日元的關係，導致民眾買東西越來越貴，物價不斷的飆升之下，連續4年日本已經進入高通膨的一個狀態，導致民眾生活壓力越來越大了。就在經濟的壓力之下，日本還是持續的要擴大它在軍事領域的發展，並且高市早苗他高喊的就是中國威脅論，擴大對於軍事的這個發展。我們來看到幾項具體的例證哦。第一個，最新日本公布了2026年版本的防衛白皮書，全文非常多頁哦，達到了598頁，創下了歷史最高的一個紀錄，並且新版的這白皮書把中國大陸列為是最大的戰略挑戰，並且顯示說，其實包括了中國大陸是這個他們最大的威脅之外，他們還說中俄朝的軍事聯動的風險，甚至是台海的風險一直不斷的提升。接下來日本說了要好好的來發展他們的無人機等等新型的戰爭武器。那麼日本的防衛預算呢，也已經來到了新高啊，1.8兆新台幣都是要用在軍事上面的發展的。再來，我們就是看到了這3家非常日本最重要的軍工御三家，在過去1年股價暴漲翻倍哦。三菱重工還有這一家是 IHI 跟川崎重工等等，被視為說就是因為日本要來好好的發展他們的軍工了。那高市早苗，我們來看到，因為這個經濟表現真的太差了，民眾對於安全議題其實沒有什麼感覺的，所以最新他的民調已經跌到只剩下41%了，70%民眾不滿現在日本的物價不斷的在飛漲。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幹哥怎麼看？一邊是日元不斷的跌哦，物價狂飆，人民吞下了經濟上面的代價；一方面我們來看得到軍工股不斷的狂飆，高市早苗打造的軍事強權夢，究竟是守護日本，還是犧牲了民生偉大這些軍工的利益呢？幹哥怎麼看？日本啊，現在有一個笑話，就是股市狂歡跟貨幣崩潰同時上演。奇怪了，這到底是國家的福還是國家的禍啊？大家都狂歡，為什麼？飆嘛，台灣也一樣啊，韓國也一樣啊，對，反正還有4代同堂啊，一家4代通通都貸款去玩股票了，這是正常的情況嗎？日本也有股市過熱的問題，但是高市早苗，你知道嗎？他是一個很典型的保守派的政治人物，所以說他的想法，他就說，貨幣下跌對我們是有利的嘛。你看大企業都賺得盆滿缽滿，對不對？那是大企業啊，你的選票是從大企業來的嗎？民主國家你要想到，你的票是從老百姓的手上出來的，但是他眼睛裡面，他只有什麼大企業，所以說他讓股市他讓匯市，讓市場去決定。我老實講一句，
它就是刻意在壓低日元的幣值。那日元已經跌到40年來最低了，通貨膨脹連4年來都超過2%，這很嚴重哎。這些我們都丟着不講。好，小泉進次郎防衛大臣剛剛最新出版2026年日本防衛白皮書，第1章一打開，揭除日本將來6年防衛計劃的目的是要怎麼樣因應中國在東海和南海的擴張。他就直接告訴你這樣，他說因為中國的航空母艦以及驅逐艦隊，在這些海域的活動有逐步增加的趨勢，而日本海上自衛隊想不出有什麼可行的方法以之對抗。那怎麼辦呢？那我直接提升防衛預算到1.8億1.8兆，不是1.8億，1.8兆新台幣。对，到了1.8兆新台幣，我可以告訴各位，那就超過 GDP 的2%了。为什麼？因為那是川普要求的。那事實上也正好符合高市早苗的心意。為什麼？因為他很希望日本在台灣有事的時候，他現在把防衛白皮書裡面提到台灣，就認為說，台灣海峽如果出現爭端的話，那會直接影響到日本的生命線。所以說，你要把它等同於日本就遭遇到生死交關了。他現在已經越來越明白，就是說我要介入。可是我要怎麼介入呢？我要介入的話，那當然還是要我們這些大企業的支持。什麼叫大企業？川崎重工，日本第1品牌；三菱重工不用講了，會做飛機也會做汽車；石川島薄膜重工，從2次大戰就最有名的做飛機引擎跟潛艇引擎，它甚至可以生產一艘真正的核子潛艇給你看。這是日本真正的大企業。而且這些企業所造出來的軍武品質，都一向是在世界的前列。大家聽過最上級的那個護衛艦嗎？最上級的護衛艦不但澳洲要買，印度要買，台灣也要買，誰的？三菱重工。所以現在我跟你講，防衛白皮書寫得很簡單，也就是說，在未來幾年之內，日本面臨前所未有的戰略性挑戰的時候，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一定要擴大國防預算。問題是，日元一再探底的結果，現在1美元已經兌到多少日元了？163.99日元了。這樣子對於老百姓的生活直接影響油價，好不好？食品價格一定掉不下來。為什麼？因為這就是民生必須嘛。然後高市早苗完全沒有把它看在眼裡，所以有人說他的任期可能不長了，因為他有一天突然倒閣的話，一定會非常的迅速。因為他現在的情況跟他原先所承諾的事情完全背道而馳，這就是我們現在所看到日本的實況。好，這個是日本現在面臨的，不管是經濟上面，或者是來自於老百姓政治上面的雙重壓力。那日本最好的朋友，也就是他們最重要的盟國美國，現在罕見說我要出手了。這一位是美國財長貝森特，他公開表示，因為日元近期不是貶到40年新低嗎？他說呢，接下來我要跟日本一起來穩定日元市場，所以呢，被發現他這邊在本子上面寫了說要買進500到100億美元的日幣。但是有一件事情很諷刺，就是最新今天外媒所做的報道，他說对，貝森特現在說他要救日元，但是被挖出來他過去的歷史哦，他曾經在索羅斯基金操盤期間大舉的放空日元，當時啊貝森特這邊的操作下獲利高達了10億美元，等於說他現在的角色從過去大放空日元到現在成為了拯救日幣的英雄嗎？好，再來不只是貝森特，他這個操作的方式是不是跟美國政府也有點像呢？凡事都是以自己的利益為出發，因為這背後美國是否在考慮要救日元有3大的利益，第一個就是救美債，第二件事情就是逼日本持續的擴軍，把他的國防支出從目前的 GDP 2%，是不是可以超過3%呢？並且大幅的購買美國的軍事武器，跟美國合作，最後就是確保日本對美的投資能夠落地，因為當時日本曾經承諾過美國說，
對，我會投資你超過5500億美元，這內容涵蓋了能源、製造業跟基礎建設等等。所以美國也要確保日本的經濟還有金融上面的穩定，是因為這樣子嗎？那先來請教委員怎麼看有關於貝森特這個人物，他從做空日元到拯救日元，是不是跟美國政府的做法也有點類似呢？委員怎麼看？我先幫大家介紹一下索羅斯的這個基金公司哦。就是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它其實在過去的這個國際金融市場上是惡名昭彰的哦。就長期以來，它就是專門扮演這個空頭的禿鷹，它狙擊過英鎊，狙擊過泰銖，狙擊過印尼盾，造成過韓國的當年的亞洲金融風暴，通通都是索羅斯這個基金管理公司的這個一手操作出來的哦。那麼它只有在畢生戰役裡頭只有一次落敗哦，就是當時他要狙擊港幣，可是他沒有想到中國大陸拿了足夠的子彈跟他對決哦，所以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在狙擊港幣的那一戰裡頭是鎩羽而歸的。但是我剛才講到的其他的戰役，他都賺得盆滿缽滿。英鎊是在什麼時候脫離跟美國掛鈎的？就是因為被索羅斯狙擊啊。1992年，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這個結合了他自己本身只出了10億美元哦，然後他結合了2個政策哦，一個叫做外匯遠期合約，另外一個他跟銀行簽了足夠的信用額度，他一口氣把當時的10億美元放大槓桿到100億，放大了10倍哦。誰在操作的？核心成員就是貝森特啊。貝森特1991年到2000年就在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工作，當時狙擊英鎊就有貝森特的影子在裡頭。貝森特是操盤手之一耶，然後貝森特後來離開了之後，再回到這個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的時候是2011年到2015年了哦。所以你說貝森特現在跑來救日元，為什麼大家覺得這麼好笑？就是因為你本來就是一個國際金融市場的禿鷹，你專門就幹這種事情，然後你現在居然要扮好人，說你要去救別人。那你說美國為什麼要救日本？他當然是為了自己啊。美國要救日本，其實最主要的原因，剛才思明講了有3個，但是美國這個自私的這種心態啊，他真正最主要要考量的是他的美債，因為如果他今天不出來救日本，日本自己要來，日銀要自己進場來護盤，日銀會怎麼做？日銀手上的美元不夠，他必須要賣美債，他要賣美債，拿美元買日幣進場護盤，所以你看到了日本大概當時是在7月30號吧。他那個時候日銀投進了528億的美金護盤，然後到了7月31號，他再投340億美金護盤。大家想一想哦，如果日銀自己單幹這件事情，他就只有一直賣美債，一直賣美債，一直賣美債，會造成什麼結果？市場上的美債的供應量太多了，於是美債的殖利率就飆升了，這對美國來說才是最嚴重的打擊。所以你說貝森特跟美國很好心說我來救日本嗎？他也沒救。你知道他用什麼方法救嗎？他用了一個根本自己1毛錢都不用出的方法去救了。大家知道在當時疫情期間哦，美國的聯準會定了一個機制叫做 FEMA。這個機制是什麼呢？他的意思就是說，如果你這個國家你有美債存在我聯準會的紐約銀行，你有美債壓在我這裡，我就讓你借，就你臨時需要掉頭寸的時候，我讓你借，最多借600億美元。7天，我時間給你7天，讓你掉頭寸，讓你在短時間之內不至於有這個資金短缺的問題。當然，最主要他會做這個想法，是因為他怕他們去賣美債嘛。所以你就乾脆跟我借就好啦。幹嘛賣美債呢？你美債可以繼續留在我這裡啊。可是這7天呢，他還是收利息的，他的利息比市場上的負買回機制的這個利息還要高的，所以他不是做大善人的，他不是做慈善事業的，他還是有賺人家的利息一手。他今天是用同樣的方法在救日元。他跟日本講，反正你有美債壓在我這，那你跟我借好了。所以你想想看，本來日本人政府去賣美債，他也不用付利息，他就賣美債就好了。他現在不得已啊，他現在是要跟 FEMA 機制來借錢，然後最後還要付利息啊。所以你說美國到底真的幫了日本什麼哦？我實在完全看不出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他自己而已啊。但是今天美國投進來的子彈夠不夠？各位知道日本的匯率，日本的這個外匯市場一天的交易額是1.3兆美金，1.3兆美金的額度在裡頭。那你拿個300億、500億、800億、1000億，這杯水車薪你要拉得起來很難的。雖然現在人家說，哎呦，現在看起來好像有效果了。廢話，市場有預期心理啊。
大家都知道，你美國跟日本現在要救，誰會在這個時候進場呢？而且現在有很多人開始回補了。我當時低價買的日幣，我現在高價把它賣掉，我賺你一手啊！我在等着下一次再進場。現在大家在等什麼？在等你美國跟日本的子彈用完嘛。因為很顯然的，你手上沒有无窮無盡的子彈可以用啊。當這個子彈一旦用完了，日元又馬上會急轉直下，所以你們就看到它最快的時候拉到155，然後現在在157、159不斷的震盪。為什麼？就是因為後繼無力了。用這種方法去拉抬日元根本是不可能的。不解決日本跟美國基本利率的這個差距1%跟3.5%到3.75%的這種差距。這個問題不解決，套利交易會永遠存在的。好，那上這個又怎麼看呢？我想這次其實都知道了，其實到底這次美日聯手花了多少錢？其實有統計出來，在這一波的這個7月30號、30號這2天當中，日本拿出了870億美金，那麼美國大概拿出了大概100億美金左右。如同剛剛其實大天講得很清楚所以他就不要讓日本當中賣掉美債，因為之前要知道，今年4月、5月的時候，日本已經干預一波，後來沒有用。當時日本拿出多少？736億美金，在4月、5月之後2波來介入，結果介入當中有一點點作用，可是立刻又沒有了。而這個當中，他當時4月、5月就是賣美債所以這裡就美國不會讓他再賣美債了。而且其實美國為什麼還是要介入因為現在日元的波動開始影響全球的部分，包括美國包括華爾街股市。要知道現在美國股市當中，科技 AI 類股是整個美國華爾街股市在85%的動能是靠着 AI 類股。如果這當中產生了這個資本當中日元跟美元當中流動的這個影響的話，其實對美國的現在維持的這個經濟狀況來講，所以這個穩定性，我覺得貝森特難怪要出手。而且我們看這個，其實美國出口當中還是有點賊，而且我覺得大家要注意幾個角度。首先，第一個部分是貝森特就是讓路透社拍到，我们看拍到他那個時候 to do， 他後面就是有50到100億，然后要買日元。你知道這個東西，大家就知道你根本就故意的嘛。因為當你故意的時候，就會讓那些預期性的投資套現的部分，哎呦，美國要介入了，所以大家會開始有點收手，他就省了很多錢了，你知道，就自動了。第二個部分，其實這一次很特殊，它是賣歐元換美元之後再來救日元。所以其實上當中沒有動到任何，這個蠻聰明的這是超過外界預期。結果但是而且這裡頭還有個很微妙的地方這裡這不是美國財政部出手，是財政部讓 FED 聯準會出手。所以這裡頭有個微妙的地方，就說財政部跟現在聯準會怎麼會這麼緊密啊？大家為什麼會這麼迅速、快速的就來幫日本呢？所以我認為再來我們要注意一件事情是，這次開始美日救了，如同剛剛大千講的，我認為沒什麼用。其實現在馬上155到20，然後馬上就這2天回到157點了。所以其實大家還是看是不是投機的力量還是很大。但是我覺得要特別關注就美國跟日本這個緊密度，我覺得你知道錢袋子這件事情，而且為什麼在這個時候救？還是很微妙的，所以這裡頭其實美日之間的緊密關係，包括軍事，包括等等的中日的這一些中國跟日本現在這些衝突，你看如果救日本，按照川普的個性，早就大說他是他的功勞，川普都一直保持沉默。現在在對日本很多的這些微妙的地方，川普都有一點疏離。這裡頭是不是背後其實還是美國還是控制着，包括日本的很多的變數以及跟中國之間的關係。這一次的這個救日元，我覺得大家要看深一點，後面這個深層度其實是要值得注意的。日本危機大爆發，今天來看到的是包括了現在在日本昨天發生的這一場地震影響了晶片的命脈，另外還包括了中國大陸斷它的稀土等等。高市在這個時候還是不認錯，硬撐下去。那另外一方面，日本現在持續花8兆軍費要打造國家的軍工廠。日本是不是要走向戰時體制呢？今天的大主題也請觀眾朋友留言來跟我們做互動。如果您認為日本現在面臨經濟還有金融上面的危機大爆發，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還非常的安全，留言寫2，跟我們一起做互動。這一場來自於日本引爆的國家危機最新消息，要來看到的是在昨天熊本爆發的7.1級的這一場大地震，直接影響的就是半導體的供應鏈受挫。那麼包括了東京威力科創2座的工廠宣布停工之外，在熊本這邊之所以特別的重要，因為很多的半導體大廠也都在這邊，除了有台積電、Sony 之外，還包括了瑞薩電子等等現在在評估說是否也因此受到了影響呢？其他受影響的企業還包括了豐田3家的工廠已經暫時先停止作
作業了。再來就是本田機車的熊本廠也停工，目前這一場意外造成13死亡，數字當然了還在持續的統計當中。另外就是另外一場同樣也是影響半導體供應鏈的中國大陸持續的緊掐對於日本稀土氦氣等等的這個出口計劃，直接打擊了包括了日本的企業，像是它的日本的科技業、汽車跟軍工產業等等哦。那直接影響的包括了有豐田、日立、三菱重工、信越化學等等這一些知名大廠的核心企業哦。日本現在就算是拆了空調，還有深海要去挖，包括了稀土要做提煉，到現在是無解的。那日本的產業界最新也估計了說，如果中國大陸的稀土持續緊掐的話，再這樣下去，1年恐怕面臨2.6兆日元的損失，這個規模占 GDP 的占比來到了2.3%。除了在產業上面剛剛看到一系列的影響之外，我們現在要來看到日元跟日債目前又面臨了哪一些重大的影響。首先，日債的規模已經達到了1200兆日元了，占 GDP 最高甚至高達250%，長期維持是全球最高的負債國家之一。日元的部分崩跌到163大關，引爆了现在投資人也在失去對於日元日債的信心，是否引發拋售潮？等一下也請委員帶我們看，因為也有專家提到有可能會爆發這樣子的一個事情。市場現在也憂心政府持續的擴大它的支出，尤其高市早苗最近還要降低這個食品稅，是否再增加財政上面的負擔呢？這個也是外界所關心的。面對現在各種的壓力，日本高市早苗怎麼說呢？他說自己沒有應該要去反省的地方，而看到了最新民調，高市的支持率從6月份還有51%，一口氣現在下滑了至少10個百分點，來到了歷史新低，只剩下40%的一個支持度。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委員怎麼看日本的債務危機？另外高市說沒有需要反省的地方。日元跟日債是否引爆拋售潮，也是現在專家所擔心的。政治危機加金融危機的雙重風暴會不會正式引爆？委員怎麼看？當然了，這個情況非常的不好哦。所以關於這個問題，高市內閣我估計在今年年內就一定會下台了哦。因為高市內閣除了高市自己的表現太過於跳痛哦，那麼不符合日本國民的期待之外，其實高市在最近這段期間全力在推動軍國主義復辟跟抬頭，這也不太符合日本大多數民眾的想法。所以大家可以最近看到日本不管是地方議會也好，或者是日本的民間有各式各樣的抗議抗爭的行動，那更不要講高市自己陷入了一個醜聞當中，而這個政治醜聞到目前為止都還沒有解開哦。所以對日本首相來說，他只要陷入醜聞，幾乎就已經敲響了他的喪鐘了。這個高市內閣要解散只是遲早的問題哦。那至於說日元的狀況更慘，我覺得日元是一個死局啊，就是我看日元的這個局勢幾乎是根本沒有辦法解開的哦。大家知道現在日元之所以會造成這個匯率無量下跌，最主要的第一個原因是因為這個它跟美元之間的利差太大了。現在大家都在做利差交易，日本的基本利率是1%，美國現在的基本利率是3.5%到3.7%。所以你一般的投資者你會怎麼做？你會去日本銀行借日元，因為日本的利率很低嘛，你跟銀行借日元那個利息很低啊。你借了日元之後呢，通通跑去買美金，買完美金之後就存到美國去收那個3.5到3.75的利息。你中間賺的利差交易，再拿一點去把利息付掉，你就賺了。現在日元之所以無量下跌，你甚至日本這個央行日銀說出來要來護盤，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它唯一最重要的症結點就在於日本敢不敢升息。好，關鍵問題來了，日本敢嗎？剛才這個思明給大家看到的，日本現在的債務已經到了 GDP 的250%了。通常在我們總體經濟學上，債務只要超過 GDP 的100%，你就是一個債務國。它是250它的欠的債是，對，叫邁向260了。你知道它也是2.5倍到2.6倍的狀況了。那關鍵問題來咯，你欠了一屁股的債，那你平常要幹嘛？你要付利息給人家。那因為你現在基本利率很低啊，就1%，所以你現在的那個日本公債的利息不用付這麼多。可是如果你一升息呢，那你一升息，你接下來所有的債務的利息全部都要提高咯。那這個時候你扛得住這個債務嗎？你的利息付得出來嗎？更不要講日本的企業也在跟銀行借錢啊。你現在一升息之後，日本的企業跟銀行借錢借的，大家知道银行借你錢都是浮動利率的，它都是以基準利率用幾倍來這樣算的。
所以當基本利率一改的時候，你的浮動利率就跳上來了。那在這種情況之下，日本的企業撐得住嗎？第三，日本是一個完全靠進口的國家，日本基本上沒有任何原物料。現在在這個全世界這麼混亂的局面，特別是在這個能源價格高漲的過程當中，大家看到的那個通貨膨脹的這種壓力，所以日本的企業它進口的原物料的價格就變得更高了。所以原本大家以為說，哎呀，日幣貶值，它的競爭力會變高一點。可是那已經過了一個死亡交叉了，日幣適度的貶值對這個出口的產業有幫助。可是當你貶到太誇張的時候，再面臨到通貨膨脹壓力，再面臨到你這個整個匯率的壓力，你的原物料的價格遠超過了你這個出口能夠得到的獲利哦。那在這個情況之下，對日本的企業來說，那就是沉重的負擔了。所以光是我剛才講的這3點，我還沒有講一下其他的複雜的因素。光這3點，坦白講，我就已經想不出來到底日幣到底有什麼樣的一個出路跟解方了。現在看起來，當時是160，我看现在看170，甚至到180甚至200都是有可能的。那麼跌到什麼時候呢？如果日本現在放手不管哦，我告訴各位，当然跌到某一個時刻還是會停的。跌到什麼時候呢？跌到真的符合供需關係的時候，它就會停下來了。可是那個情況對於整個日本來說，可能就是災難性的結局了。所以現在日元跟日債出問題，专家也就說會不會引爆所謂未來的拋售潮，這個還要再持續的做關注。那另外一方面，日本要擔心的事情，還有就是呢，我們看到在有關於稀土還有它的企業界的影響，因為這場地震再加上中國大陸持續的緊掐稀土，這個雙重打擊，苑老師有怎麼看？這個熊本地震啊，再加上日本的這個產業升級就失敗啊，有原來哈，剛剛我們這個委員講了非常多，我可以大膽的預言呢，日本絕對是完蛋的了啊，因為但是話說回來，如果說要分析針對於地震以及這個產業蕭條的情況下來講，我們有一句老話叫"天作孽猶可為，人作孽不可活"。我們現在講說天發生地震，我剛剛舉這個例子也是台灣也有地震，這個沒有什麼好講。但是的話呢，風雨生人，就是風雨生信心啊，大家就會覺得說有地震的話呢，日本應該是能夠撐下去。但是日本的產業為什麼衰敗呢？我舉3個原因啊。日本首先的話呢，第一點就是說剛剛這個大千已經介紹這個日本的這個匯率的問題，這個情況非常嚴重，我們不多講。然後第2個問題的話呢，就是日本現在的話呢，為什麼沒有稀土？就是高市早苗在去年的11月7號莫名其妙冒出了一句安倍晉三被打死的之前說的話，他說台灣有事啊，搞了大陸話了，非常沒面子啊。大陸講說我平常對待你很好，因為日本的產業之所以厲害的原因，就是自己是造成了環境污染的稀土的產業，它不生產，全部交給這個大陸來生產。然後呢，日本環境很漂亮，又搞觀光啊，又有好產品。那現在沒了，稀土當中日本想了3個對策，第一個用偷的，跑到大連去偷啊，那個富士電機，結果沒偷成被抓到了。然後第2個的話，撿垃圾，從那個舊的冷氣機裡面撿垃圾，撿了不夠用，弄來。然後第3個到海底下那個什麼鳥之島底下，什麼挖了些爛泥巴以後，什麼現在那個泥巴以後能管什麼用，自己都不知道，自己都講不清楚。所以日本現在這個情況下啊，就是說高市早苗的話，唯一的能夠獲得支持原因，就是把中國看得非常非常的不行啊！要什麼台灣有事的話，日本就要來，讓你來試試看。但是我告訴大家，在這邊我要強調一下，日本每一次遇到國家經濟情況不好，就國家快完蛋的时候，想辦法找一個國家來偷襲。現在日本的話呢，他們的防衛廳廳長小泉進次郎就要開始要鬆綁他們自己的反核3原則。那對大陸來講的話呢，這真的是底線。所以日本的話呢，就是說除了天人他們之外的話呢，日本自己的未來的发展，我覺得日本自己都不曉得該怎麼辦好。我們現在也是感覺上，日本好像突然之間，從原來覺得不錯，現在變成一個非常有麻煩的地方。是，那所以苑老師也帶我們看到，現在日本除了提出這個反核3原則之外，是不是要往軍事主義的方向去做發展？從這當中也有一些跡象。首先，第一個最新消息是外媒特別做的報道，爆料說日本政府正在研究修改制度，接下來要允許國家直接持有部分的國防生產設施，來因應未來如果真的爆發了戰爭，日本可能面臨彈藥不足、供應鏈不足、生產不夠快速的一個問題。第2件事情，日本持續擴大它的國防支出，正式突破8兆，並計劃在2027年讓這個防衛支出達到 GDP 的2%，這個支出其實只是在美國跟中國大陸之後的第3個國家了。資金投入的方向是不是也是要往軍國主義的方向去做發展？因為它主要投資在長程飛彈、無人的武器、防空系統、彈藥
庫存等等。所以現在日本的問題是一方面面臨在經濟上、金融上面的危機，但是一方面又擴大在軍事上面的支出，要往軍國主義做發展嗎？幹哥怎麼看？在2次大戰爆發以前，雖然大家都很知道石川島薄膜重工、川崎重工啊、三菱重工這些都耳熟能詳，當時都是在政府的管制底下的。其實他們的生產啊，跟他們的營運啊，受政府的政策影響很深。那個是在戰爭之前。那現在戰後呢，日本不允許擁有軍隊之後，這些都不存在了。也就是說，這些企業都是各自發展，擁有絕對的自主權。但是你知道為什麼防衛省現在最近提出一個法案，叫做 GOCO GOCO 法案，就什麼你知道？就是這個政府持有，然後民間營運，要提出這個新法案，就是說以後屬於這些軍工產業啊，都由政府來持有，那這個交給民間去營運。那我心裡就在想，你不可能從日本固有的工業裡面去把這種股份給抽出來，變成國家所擁有，這根本做不到，對不對？那你為什麼防衛廳或防衛省你們會有這樣的想法，會想要說，哎，我把那個這個像這些大型的軍工產業的這個持有變成政府所有，然後交給你們去營運，這就是什麼？你知道？這我給你點破，這就是軍國主義復辟。他就是準備我政府抓回了這些最主要的重工業的生產之後，他將來才能夠隨心所欲的啊，就自己日本政府他自己本身他就可以進行擴張，或是進行什麼，進行海外部署，甚至可以拿回軍工業的生產主導權，可以開始外銷，這些通通都是在長遠的算計裡面。所以你說你現在你看看他們最主要的，他就是說將來你看我們長程巡弋飛彈啊、高超音速飛彈啊，以及無人機的沿岸系統啊，這些都耗資巨大啊。那這些耗資巨大，就影響到日本將來的防衛白皮書，它到底應該要怎麼做？而且這裡面雖然利益不是最主要的考量，最主要的考量還是國家能不能夠掌控。你說三菱重工，你現在每年你要生產多少戰機，生產多少的引擎，這些東西，老實講一句，都不是國家能夠控制的。所以我要把它拿回來。將來一旦有事，什麼有事？太平洋有事了，或者是北方四島有事了，或者是我要抵抗這個俄羅斯軍隊的入侵了，那我們政府自己本身就有馬上擴充產品設備的生產速度，比如說愛國者飛彈啊，比如說這個日本自衛隊的火炮、戰車等等，所以大家就曉得說，日本這種態勢啊，2027年的預算呢，國防預算已經到了9兆日元了，你就曉得說，這是以前從來沒有的現象。我們現在正在密切關注這樣的現象，將來有一天你就會知道說，原來這個 GOCO 也就是政府持有、民間營運這樣的措施，從以後的事態發展，就可以看出當初就是像我們今天在講的，原來如此，日本政府它是不是逐漸走向了軍國主義的道路上？